说，色彩和诗歌一样，是无法准确翻译的。有些颜色能在一切人类文化中达成共识，但也有一些独属于中国，是我们心灵世界的独特坐标。色彩留下了中国人的精神山水。今天，我想邀请大家再次登临。夏夜，我们遇见了舅公。这是一位有50年经验的瓷窑总管。有下保养啊？唔會搖樣嘅。都睇搖下保養啊。想知道窑內瓷器的成色，舅公靠手里這種試色小樣。有啊，情况不太理想。舅公招呼伙计添柴加火，他要逼出一种颜色。我们节目中曾介绍过2种瓷器。如果想体验开色彩盲盒的心跳，我推荐大家来这里看看。聘请舅公烧窑的是这对夫妻，而舅公要逼出的颜色就和他们用的瓷土有关。远古火山运动形成龙泉地区的高铁土壤，铁元素染红裸露的大地，也为瓷器的色彩提供了最初的可能。烧陶瓷，含铁量小于1%出白色，大于3%出黑色，在2者之间能得到龙泉最负盛名的瓷色。今天的瓷器工业，控制釉土的比例、温度、压力等变量，能烧出标准化的青。但有人偏要逆流而行。釉水洒落，雨滴一样高低不均，虽然增加了釉色的厚度，但也给烧制带来了不确定性。多多是前这边今年的都结实嘞，现在呢都日啦，微都微晒着啦，当然。也不是声音小，帮我小忙声音倒是。雨季又让即将开始的烧窑再添变量。现在说声呢，我给当机给做给过来，当不交的哈。做一交。夫妇俩耗费1年的时间攒下1000件瓷坯，全托付给了舅公。他们要做一件高风险但不能保证回报的事。
舅公掌管一座木柴燃料的龙窑，河谷的微气候随时能让他性情大变，但也可能在色彩上播出意外之喜。7月并不是烧窑最好的季节，气压低得让人心慌。靠着一手降龙功夫，舅公先要把温度稳在600度，超过13个小时。让水分和杂质从瓷器中排出。这是第1关。清晨的风让松木充分燃烧，发色的第2关将窑温提升到1260度，铁元素还原反应，青色萌生，氧气潜入，混进新色，也带来更多变数。开窑后，舅公才和我们透露，传统的龙窑成功率不到1半。他说，这次成品率有80%，我们赶紧道喜。但舅公说，这场赌局是赢是输，还得看颜色。如果运气好，能开出天青、粉青、梅子青等青色的极品。这些市价不菲的颜色，都不是简单的纯色，是杂糅了自然变化的复合色。宋代是青瓷的高峰，文人审美极大影响了瓷器工艺。人们从青山绿竹间找到了自然的雅趣，化作着一杯青，传递给今天。什么是好的青瓷，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。舅公关心的是颜色，他用无数次失败的经验，为我们成功留住了青丰富的变化。瓷器不仅盛装饭食，还能提供质性的愉悦。这种愉悦，中国人评价为雅，色彩也有类似的审美。自然造化启发了中国人的无限哲思，与自然的相遇，碰撞出我见青山多妩媚的惺惺相惜，也让色彩成为精神的栖居地。我是花子家天下，金花爱花，喜花福花，姊妹对呀。哟，哎 ，Hello， 40了，化妆来不及了，我来得及。00后邓方圆从12岁起主攻川剧小生，但眼下他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黄金配角，客串着各种行当。翻跟头一翻，滚墩儿也演，然后那个师傅也演，变脸也演，基本上啥子都要上，缺啥就顶上。演出的后台，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是色彩的迷宫。传统戏曲有固定程式，角色的身份等级对应到服装上
也有上五色、下五色的严格区分。川剧舞台上有太多名角，太多绝活，也有太多色彩。对邓方圆这样的后辈而言，那些既是他憧憬的高山，也是难以逾越的门槛。小时候飞头子，嗓子穿透的特别好，一切一个准。13、14岁的时候就开始到场，哇，一下子唱腔就不行了。我们有句行话叫“戏子无声刻无本”，还很受打击。有怎样的天资，扮怎样的角色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承认命运的规定。你就穿这个，我觉得这个适合你。拿个水果敷起嘛。怎么样嘛？我觉得挺乖的。好啊，啷个不好呢？好敷衍哦，真的好嘛假的好哦。你说好就好。四川的耙耳朵就是这么来的，也算是一个爱称吧，嘎。给他解释一下耙耳朵啥意思？你光喊你解释一下耙耳朵啥意思？哎，老婆。人在现实里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，但也有自己的小世界。最享受的哈，还是纹身，很小的那种微缝儿，就是它比较书卷气。粉彩上身，青春少年了，很活力、很洋溢的一种性格。川剧里，小生角色最能体现中国古人的风雅。标志是穿着一身粉衣，粉代表女性，是商业时代后的色彩标签。古代欧洲，粉象征血气方刚的男性气概。无论是印度人的粉色服装，还是唐宋时期的粉衣和簪花风潮，男性穿粉并不会有心理负担。莲粉惜花，自比香草美人，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投射。蜀绣中，对自然的色彩有细入纤毫的刻画。人们将细腻过度的粉，用晕针的技法绣成生机勃勃的花。这些花开在川剧小生身上，观众看到的是人物内心的风雅妙赏。就像粉色系的绛纱，能衬托出中式的文人气质。新戏彩排，邓方圆难得能有一个竞争文小生角色的机会。康复训练，打，过来。首先，我这角色很有挑战性，为啥子呢？关雅妹嘛，小生的表演的代表的手法。抓。然后你呢就是炸人。炸是啥子？没脸红，经常把我受酒的青铜，手腕整得绯红。他演戏就是中央啊，在师兄妹们面前，邓方圆习惯了扮演插科打诨的角色，但我能察觉到，面对眼前的色彩，他总会泄露一些不一样的态度。你看那井口处有曝光云影呐，若上京，四周的
救生注定一言把手有了。哎呀，我的妻呀！杀得其手。3个月后，新戏上演，邓芳媛和理想又进了一步。虽然她没有穿上风雅的粉衣，但她用一身鲜红演绎了反派小生的形象。台下，我们还是惋惜她和目标失之交臂。她说：“只要留在舞台上，总有机会。”王老师，哎，怎么能跟我好帅点啊？不用画都很帅啊。舞台不就是这样的地方吗？扮上不一样的面孔，去经历不一样的人生。粉色的妆容和戏服，帮助戏曲小生超越年龄的限制，在舞台上青春永驻。我想，粉色也给年轻的邓芳媛留下了时间，去靠近她想成为的戏中人。时间铺设下宏大的色彩舞台，日出日落被摄影师称为魔幻时刻，那是因为光的存在。有了光，我们会看见一些意想不到的奇迹。博文独自从老家东北来到上海，许多年轻人在这座被称为魔都的城市追逐着奇迹和财富的梦想。哇，家确实好细啊！跟猫的胡须比哪个细啊？下边有个猫，你给它薅一根去。我觉得这个比奶茶的，我觉得它一开口就是浓浓的大碴子味。自己会觉得啊，对自己会觉得我的普通话老标准。我讲的不是普通话吗？作为七艺老师，博文收获了大批粉丝，靠的不仅是开朗的个性，还有一种色彩。我觉得是变化吧。更中性，它不会更区分是男生或女生会对它偏爱。我是程序员，颜色是绿里面泛蓝，就很像在敲代码一样，感觉一个黑客帝国的工程师。博文教大家做的饰品叫做螺钿，是种色彩的魔术，它本身并不含色素。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翠鸟羽毛或者蝴蝶翅膀，还有一类生物的碳酸钙晶体结构能够调控光线，形成炫彩。皱纹盘抱，过去我总是直奔它的美味。
却错过了它壳中的美色。打磨角质层，只留下0.05毫米的珍珠层，就可以获得这份美妙的炫彩。西周时期，人们就用贝片、螺片装饰。如今，博文获得的螺贝种类更多，但要驾驭羊贝壳，还得靠老方法。用桶状筛子抖落近乎均匀的螺粉，在古代有一个优雅的名字——雪下。在芝麻粒大小的螺粉中，博文要辨别相近和差异的色相，用6000粒螺粉将水光潋滟、晴方好的自然天光化作掌中奇景。螺钿的色彩充满多变性和交互性，是光和视觉的游戏。它让人感到心智上的愉悦，每一次把玩都有新的发现。不过也有哲人说过，五色令人目盲，浮华的诱惑可能让人迷失。于是古人会给奢华加上色彩的缰绳。过去扬州的工匠为富商制作了大量螺钿家具，他们用黑色的大漆约束螺钿的流光溢彩。传统社会，商人们也追求文人品味，希望把家宅装饰得华丽而不失雅趣。今天在扬州，我们还能看到最接近古典审美的螺钿，那是财富曾经的妆容。就像贝壳从最早的钱币、地位的象征，到今天化作了美的本身。美是质性的享受，但创造美的工作经常是细小枯燥的。电影这个事本身就是一个很无聊的工作，后面小了就进去调一调，后面大了你把它熄灭一点。看大门差不多，看大门它还有人来人往。我这里待上一整天，基本上都不会有人过来。在以制墨扬名的歙县，老吴做着最平凡的工作，看守墨厂的一间烟房。晒的吗？拿起来已经牛黄了。我从小20多岁开始做菜的，做菜有天赋，做墨不行。包括取烟的人不多了吧？这是我一个呀，我以后成古堡了。进入寒冬，依靠新式火炉的墨厂基本停工，只有一种几乎消失的老古董还在继续运转，这就是老吴从事的灯盏取烟。
红油燃烧，遇冷凝固的粉末，老吴把它称为烟台。烟台颗粒大约是头发直径的1/60，是人们不用打磨就能获得的最细腻的色彩。从烟台变成我们能够驾驭的墨，还需要有胶来加持。胶的粘稠度影响色彩的阴散性。说到色彩，有一个冷知识，墨并不是无色的。清代朱砂、金箔等被捶打进墨里，能调节色彩的光泽和冷暖。不过，这要等墨遇见它的载体之后，才见分晓。檀树皮和稻草纤维使宣纸成为强渗透性的材质，墨在纸上才能晕染游走。中国人对墨色有极度敏感的辨识，它有冷暖之别，分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，也是五色。吞吐山岳，包藏宇宙，只在黑白两极之间。如此微妙的色彩空间，想走进它，无论是画家还是墨工，都需要磨砺心性。我也从来不跟别人说我是什么干部什么东西。像我到这里我就清醒了，我以前是100几斤，我现在126斤。眼前平易温和的老吴，中年之前曾经管过村里的大事小事。就像墨经过陈放，色泽也会变得更润。人经过岁月的沉淀，看到的世界也会发生改变。从前在意的得失对错会被放下，却在黑白的二元对立之间找到更丰富的东西。因此，我们用水墨的方式解构了眼前的世界，也重构了精神的山水。读讲，我们又是耕种的，又是读书的，对不对？一双手，无论握紧锄头还是拿起笔墨，这片精神山水向所有中国人敞开。一只螺壳里的世界，一朵鲜花寄托的自我。今天，中国人对色彩之美的创造与认知，不仅依赖我们的瞳孔，也因循着传统中对生命本真的追问。所谓我见青山，既是与自然互为知己，也是对内心自由的审视。这种有些孤独的激情，我们可以在中文的字句里读到，也可以在色彩中
辨认出来。